你听说过美人瓶吗？传闻美人瓶里的美人是瓶仙，瓶仙可以治百病。父母折断我的双腿，将我制成美人瓶，什么不孕不育、眼盲隐疾我都能治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找瓶仙治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家是村里出了名的重女轻男，全村只有我被父母送进城里学舞蹈，我会劈叉、下腰，身体也比村里其他孩子要柔软。女孩们羡慕我遇上了个好父母，不像他们父母一样把女娃不当人。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但这天夜里我才知道，我的父母是把我当瓶仙养。父母说我天生要比常人白许多，样貌也是村里最好的，他们很高兴能有我这么个女儿。只是他们不让我食肉，日日都要喂我药浴，说这样养出的皮肤才光滑细腻。父母给我起名叫仙儿，说我就像那话本里的天仙一样美。我又泡在红色的药水里沐浴，这药虽看起来血红，却异常的香。平日里旁人只以为我身上的香味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其实是药入了胃。仙儿，吃口水果。娘摸着我的手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，快要成了。我刚想问娘什么要成了，就睁不开眼，最后晕在了药水里。迷迷糊糊间，我感到有人把我抬了出来，想要折断我的双腿。平时身体练得那么软，怎么还是塞不进去？仙儿现在都10多岁了，骨头肯定大了。是爹娘的声音，还有我骨裂的声音。娘，好痛，我想说话，嘴张不开。再睁开眼，爹娘端详着我，这不就是美人瓶吗？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成了。也只有我们家仙儿才能做成瓶仙，这是咱家的福气啊。娘，我缓缓开口，发现自己的视线比以往低了不少，想要行走，腿也不听使唤。我低头才发现，我被爹娘塞在了一个瓷瓶里，腿被折叠起来，手也没法动弹，只有头露在外面。我惊恐万分，不断喊叫着爹娘。别叫了，你没有爹娘，你是仙人，是瓶仙。娘朝我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马勺，将药水淋在我的头上。咱们家能不能富贵，就靠你了。爹把我抱在怀里，走出门外，放在了村里的祠堂中。大晚上的，村长带着一群人来祭拜我，爹娘2人则站我两旁笑盈盈的。众人跪在地上，瓶仙瓶仙，保我平安。跪拜完后，所有人都盯着我，贪婪地吸着我周身散发的药香。最后，村长遣散了一行人，独留了下来。村长给了爹娘1沓钱，辛苦你们了。咱们村出一个瓶女不容易。应该的应该的，我们家仙儿生来就是做瓶女的料。呸，瞧我这嘴，现在是大家的仙儿。村长咳了2声，爹娘就走了，任凭我怎么叫都叫不回来。我看着村长手里的刀，惊恐万分。村长，您救救仙儿吧。村长像听不到我说话一样，把刀划在了我脸上，脸上的血顺着身体流到了瓶中，与药混在一起。我疼得喊叫不停，再叫就割了你的舌头。我咬牙不敢发声。这白瓷瓶是专为我设计的，下面有个瓶塞，打开瓶塞，药水就会流出来。村长急忙把我抱起，扭开瓶塞，将带血的药接在碗里，真香。他在我面前喝下了药，面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。灵啊，灵啊！村长精神了许多，拐杖直接扔下就回了家，却不忘关上祠堂的门。听说村长的隐疾被我治好了，大家更是争先恐后求我治病。我治好了村长的哑巴儿子，治好了屠夫的瘸腿，甚至治好了瘫痪3年的三叔。娘也来求我治病，我哭着喊饿。娘说我已经成仙了，只需要为我淋药浇灌就行。娘喝下药没过几天，肚子就缓缓带了起来，挺着肚子在村里转悠，说自己生了仙儿以后就再不能生了，现在好了，还爱吃酸的。渐渐的，我原本白嫩的皮肤开始发青发紫，旧疤痕还没有好，新的又被割开，脸上没有一块好肉。爹娘怕我死了，把祠堂锁了起来，往日里看病3张钱票就行，现在要10张，必须排队，1天1个。张大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祠堂后面造了个小门，趁大家都睡了，爬进祠堂找我。瓶仙瓶仙，你瞧我这脸，又黄又全是皱纹，我家老汉快被其他狐狸精勾走了，我就借你1点血就好。张大娘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又细又长的尖刀，你看你这脸没一处好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割你脸。她把长刀伸进了瓷瓶中，
划破了我的大腿。我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嗓子也哑了，说不出话，只是瞪着张大娘，亲眼看着她喝下药，又灰溜溜爬了出去。我们这个村子小，谁家有啥事，很快就能传遍全村。于是村里的女人都知道我还可以美容养颜，尤其是大腿上的血更加入药，效果更佳。娘自然不愿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，又涨了价，我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。我必须逃出去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。也许可以利用张大娘进来的那个小门。我扭动着身体，想要挪动平身，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我没想到，我腿上的皮已经与平身连在了一起。我越是挣扎，肉与平身就连得越紧。难道我真的天生是做平女的料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甘心，我要活。瓷瓶在我的努力下从桌上掉了下去，我闭着眼不敢看。有人接住了我，掉下去，你会死的。一个白衣少年将我放回了桌上，平女做成后，身体就与平身为一体了。平碎，你就会死。他看上去很了解我，可我想活，无论你是谁，求你救救我，我可以为你治病。我看上去像生病了吗？少年皱着眉盯了我许久，他长得甚是好看，我的心不自觉跳不停。谁在祠堂里？村长敲打着祠堂门，门被反锁了。我刚想叫少年快点离开，再回头他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村长带人砸开了门，翻找了一阵，只封住了张大妈造的小门。村长走到我面前，使劲嗅了嗅，平仙，你的仙气好像越来越淡了。他思索着什么，又带人离开。这几天大家疯狂找我看病，想要榨干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。他们都说平仙要死了。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何模样，但连小孩也能暴动我，说明我真的要活不久了。娘存的最后一勺药淋在我头上，安心去吧，仙儿。她在我面前牵着一个小女孩，宠溺地看着她，仙儿真乖。我不可置信地摇头，看娘的眼神里尽是惊恐。娘有些怨恨我，养了这么久，怎么这么不经用呢？这一刻，我怒火攻心，吐出了一口血。他们最终把我一个人锁在祠堂里，要我自生自灭。没有药水的浇灌，我像花一样快要枯萎。我整日做着噩梦，彻底合上双眼。我的耳边传来声音，一群人讨论着我，还有我的村人。那些无知的人，平仙治病会反噬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？差不多都死完了，多吓人啊！满地的虫，可不就是嘛？可他们说的话，我好像在梦里见过。我梦到村长死在了老婆床上，屠夫的腿上长了吃人的鬼脸，哑巴嘴里爬出了长虫，张大娘的脸皮掉了下来，娘怀了个异种。这群人发现我醒了，急忙闭上嘴，去找了少爷。少爷？什么少爷？我看清了这个少爷的模样，是在祠堂接住我的人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的瓷瓶里装满了药水，我的身体也奇迹般的在恢复，有一种新生的感觉。疼吗？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已经不疼了。他说他叫顾寻，是这个小城里顾家的独子，让我安心待在这里。我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他只说他和那些人不一样。顾寻抱着我，打开了一个密室。他很熟悉密室的构造，没有灯火，他也能将我放在桌上，这里没人会伤害你。很突然的，他在我头上落下一个吻，然后离开。夜色很快袭来，我原本安心的睡了，但一阵一阵哀怨的哭泣声吵醒了我。我轻声道：“谁在这？”哭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刺耳，这声音就像被关在了一个瓶子里，哭得空灵却撕心裂肺。过了好久我才睡着，我是不怕黑夜的，因为在祠堂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见过阳光。顾寻用摸黑把我抱了出去，告诉我天亮了，他带我晒晒太阳。这次在白天里，我才看清楚顾家的模样，满府都挂着白灯笼白绸，像刚死了人。我问他密室里为什么会有哭声，女人的哭声。顾寻顿了一瞬，可能是我的妻子在诉苦，她得了流感病死了。顾寻向我交代了他带我回家的原因。他说他原本听说附近的村子做出了传说中的美人瓶很诧异，但更多的是欣喜与兴奋。他在想，也许这样自己的妻子就有救了，所以他偷偷见了我。我感到疑惑，那为什么不拿我的血去救你妻子，这样他就不用死了？
我看见已经虚弱不堪的你还在那样努力活着，实在于心不忍。明明还是个小姑娘，我对不起我的妻子。我安慰她，其实拿我治了病，你的妻子也会死去，只怕比病死更惨。顾寻没有说话，专为我做了花洒，拿药浇灌我。我很感激顾寻，要是没有他，我早已经要死2回了。他派了府里的小芳照顾我，日日都为我换药，除了要我晚上睡在密室中，其他方面都待我极好。这天我正在照镜子看自己的脸时，小芳匆忙赶来，仙儿小姐，我先把您藏起来。小芳刚抱起我，有人踹开了我的房门，还真是个瓶子。听说你能治百病，是真的吗？我点点头，小芳，放下我吧。哼，你凭什么住这个房间？一个瓶子都有屋子，可笑至极。治病又怎么样？我已经知道会遭到反噬。女人说着冲过来抱起了我，我要摔死你！去死吧！都这样了，还想活着？做梦！小芳拦着女人，求她放开我。女人往后退着，脚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机关，我和女人都掉了下去。我的瓶身被磕碰出了伤口，伤口处流出了血。这是个下坡路，我一直滚落着，女人则在掉下的瞬间抓住了地板口。我下面的瓶塞已经被摔得掉落，支撑我活下去的药全部没了。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。我闭上双眼，在瓷瓶磕上一块小碎石后，彻底碎裂开。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徒手撕开了我的皮，疼得我心痛。身体已经萎缩的我，呼吸渐渐微弱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脑海里想到的竟是顾寻。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感谢他，我喜欢他。可，我的头停下，沉在了一片湖水中。我张开了嘴，一口水直灌我的嗓子里，混杂着我的血。不，这个味道是药，这不是湖水，是我从小泡着的药。可是顾府下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大片药水？我一直下沉，直到沉底。红色的药水底部散发着绿光，我的手缓缓动了，水底的触感很冰凉，这是要死的前兆吗？身体冰冷，我又轻轻转动了头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药水底部是成堆的白骨。我的大脑瞬间清醒，疯狂扑腾着站起，向上游着，我的手，我的脚都在恢复。是因为喝了药吗？在我头浮出的那一刻，我氧气缺失晕了过去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顾寻在一旁冷面看我。我又一次被顾寻救了，但顾家地下的药水让我对顾寻有了怀疑。小芳守在我床前，见我醒了，忙要通知顾寻。我抓住了他，不行。我又反应过来，原来当时在水底身体真的重新长了出来。我激动的颤抖。您怎么了，仙儿小姐？我询问小芳要摔死我的那个女人是谁。小芳急忙捂住我的嘴，小姐，莫要再提她了，她是少爷新定的未婚妻，但现在已经退婚了。退婚？为什么？小芳的眼神闪过一丝犹豫。小姐，我觉得少爷喜欢您，因为您住的这个屋子是过世少奶奶的，自从少奶奶走后，少爷从来不让人。我没有注意顾寻何时走了进来。小芳，你在说什么？小芳趴在地上跪着，没有少爷，小芳只是和小姐闲聊。是吗？我点头附和。顾寻让小芳退下，坐在我床边，真是个奇迹。我伸出手看着，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次拥有身体。谢谢你，顾寻，救了我那么多次，你的未婚妻。没关系，他伤害了你，我没有必要再和他订婚了。我的脸略微羞红，是因为我吗？顾寻让我好好休息，以后再也不用去密室睡觉，因为我已经不是平仙了。我叫住了要走的他，问出了心里的疑惑。药水？对不起，要救你只能治很多药水存储在地底。你别怕，我用的都是死人血，而你父母用的是活人血，所以我没看错，水底的都是人骨。想起我吞了不少药水下肚，我没控制住自己呕吐起来。顾寻拍着我的背，让我缓了过来。我闭着眼休息，心中的存疑逐渐消失。顾寻怎么看都没有要害我的迹象，他甚至为了我取消了和那女人的婚约。再次睡醒后，我发现自己又待在瓶子里，还被关在了密室中。又有女人的哭声传来，这次我怕了，因为我叫顾寻，
叫小芳，没有人回应我。女人哭得越来越凄惨，哭声好像就要震碎我的瓶身。我崩溃大喊，别再哭了，我求求你，别再哭了。声音从悲伤变成了悲愤，她好像很生气，可她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是顾寻的妻子，你是在怨我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会离他远点，求你别哭了，再哭我就要死了，我的瓶子会碎的。声音戛然而止，我的汗从额头一直流，我想不通，我明明已经变回普通人，怎么又会成了瓶仙？我又努力摇晃瓶身，想要寻求帮助。没有灯光的密室里，我感到自己的瓷瓶和另一个瓶子撞在了一起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彻密室。我猛然睁开双眼，小芳跪在地上收拾碎了一地的碗碟。对不起小姐，是少爷叫我给您送点饭，我没干好，把小姐惊醒了。我擦了把额头的汗，小芳，我睡了多久？3刻钟，小姐。小姐，您方才做噩梦了吗？梦里您还叫着少爷。刚才的是梦，但梦里女人的哭声太真实，好像在怪我接近顾寻，因为我一说远离她，女人就不哭了。我问小芳，我是不是应该离开顾寻？我霸占了你们家少奶奶的屋子，她在哭，在怪我。也是，你们家少爷救了我，我没有还恩情，还安心住在这里，应该怪我的。小芳收拾地板的手停了，小姐，您是想离开着吗？少爷会伤心的。我下了床，我也该走了，太麻烦你们了，我想先回村里看看。我没走2步，小芳抱住了我的大腿，小姐，您不要走，少奶奶不可能怪您的，少爷也不会希望您离开。我蹲下身子，我想出去看看，这双腿再不用，我都不会走路了。小芳怔怔的不说话。我推开门，刺眼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。顾府又变了，那些白灯笼什么的都收了起来，还刚插上许多鲜艳的花。顾寻出现在我面前，仙儿，好看吗？顾寻笑得开心，很期待我的回应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我要走。好看，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象了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，比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要好上太多了。那你就永远留在这里，好吗？我看着顾寻，你妻子会恨我的。她不会的，我了解她。顾寻说得很坚定，我的心动摇了。要是他妻子不会怪我，那又为什么只要我身处密室，他就哭得那么凄惨？难道真的只像顾寻说的那样，只是怨他没有救活自己？我留在了顾府，慢慢的我发现我患上了一种怪病，新长的躯体，要1月泡1次药水，要不就会迅速衰老，满身皱纹。我怕顾寻发现，只是问他要了药水，我说我已经习惯了药浴，每月都离不了他，顾寻也没有怀疑过我。只是每次我药浴时，女人的哭声就会萦绕在我耳边，我隐约觉得只有再去密室才能找到答案。可密室在顾寻的房间里，我等了很久才等到这个机会。我趁顾寻出门办事时进了他的房间。我记得密室的位置，我进过里面好多次，都是顾寻抱着进去，他没有点过火，这次我自己带了火烛。我用火烛照着密室的各个地方，凭借感觉，我看到了我曾经睡觉的桌子。再靠近了些，我嘴巴长大，跌坐在地上，火烛被我甩出去，在地上滚落一圈。我捂着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声。这次哭泣的声音不止一个，是无数的女声。我曾睡觉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红色瓷瓶，瓷瓶里只剩了一个头，已经干枯没了生气。这个人我见过，我不小心瞧见过少奶奶的画像，这是顾寻的妻子。整个密室都是瓶仙，我得快点出去，顾寻很可能快要回来。回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还活着。我停止了脚步，拿着火烛朝声音的方向走去。这是要摔死我的那个女人，不是说只是退婚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女人的脸已经被划得看不出人样，但她的声音我记得。救救我！顾寻是个人渣。不，他根本不是人。我的姐姐也被他做成了瓶仙，我都看见了。在那个红瓷瓶里，女人哭着哭着，眼里流出了血水。别哭！我话音刚落，密室外面传来了声音，密室的门缓缓转动。我吹灭火烛，蹲在了角落。顾寻很敏感，
准确找到了女人的位置。虽看不见她的脸，但我能察觉到她很生气，都是你，差点毁了我的计划。既然你这么想嫁进来，就乖乖待在这，再哭就挖了你的双眼。女人怒骂，你杀我姐姐！你不是说她是病死的吗？说她的病会传染，才不让我们探望。你这个恶魔！顾寻冷笑一声，打算离开。女人喊叫着，我恨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恨我？我要杀了你！好啊，反正你也没用了，我已经有了最完美的药。顾寻抱起女人，松开双臂，女人碎了一地，鲜血一直流到了我脚边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顾寻发现我。顾寻叹了口气，按下一个按钮，地上出现一个洞，女人掉了下去，还有我也掉了下去。这下面竟然也是那个药壶。我看着女人，在水里告诉她，别怕，你不会死的，喝了药你就能活了。女人没有反应，我借着淡淡绿光掰开女人的嘴，想让她喝药，还是没有反应。她沉到了底部，落在了白骨堆里。我也到了极限，出了药壶，奋力从当初滚下的坡往上爬，爬回了我的房间。小姐，小姐您去哪了？您可急死我了。小芳拉我出来，少爷在门口一直敲门，我说您睡了，他不愿离开，非要您亲自说话才信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假装刚睡醒，顾寻，刚才我睡着了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既然你都休息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顾寻的脚步声远了，我必须离开这里了，再待在这里，说不定我的梦就成现实了，我不想再被做成平女。我收拾包袱，呼吸急促，一转眼，小芳挡在了我面前，小姐，求求您不要走，少爷会生气的。我没有理会小芳，径直走向门口，现在正晚，只要我小心点，从后面门出去应该没问题。小姐，小芳从怀里掏出一把刀，又是刀，我的眼里有了恐惧。你要杀我吗？就因为我想走？不是的，小姐走了，少爷一定会让我生不如死。他说过，只有爱他的小姐才能被做成平仙，我们这些府里的人只会更惨。所以你要我留在这里，被放进瓶子里吗？小芳直摇头，然后用刀抹了自己脖子。我扔了包袱，冲向小芳，用手捂着她脖子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你别死，别死。夺刀时，我的手已经被划破，小芳的伤口在我的肉眼里快速愈合。我还能治病救人吗？我兴奋道，小芳，你活了，我的血能救你。谢谢小姐。我怕小芳再自杀，暂时答应她先不离开。我又懊恼自己冲动用了血，反噬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她都会死。我不明白，到底怎样才能不反噬别人？我答应小芳，在她死后我才会离开。但没过几天，顾寻向我求婚，他说他爱我，想永远和我在一起。顾寻在密室说的话又在我脑海出现，他说的要到底是什么？是我吗？我沉默着不说话。你要走吗？仙儿，我看到了你收拾的包裹，你想离开我吗？没有，你误会了。仙儿，你还记得你睡过的密室吗？我前几天在里面发现了个火烛。我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，顾寻猛然抱住了我。我知道是你。我的心跳加速，挣脱顾寻跪在他面前，求求你，我不想再当平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顾寻也跪在我面前，满眼心疼。你怎么了，仙儿？我说过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和那些人不一样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顾寻扶起了我，我手心里全是汗。我答应你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。现在想想，我之前还觉得自己能逃，其实他什么都知道。我和顾寻的婚礼从简，小芳送我入了洞房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害了您。我苦笑，说不定我真的天生就是做平仙的料，死不了的。我坐在床上，能救自己的只有我，可我总觉得这一生活得太凄惨。顾寻推门进来，激动地抱紧我。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平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药。我在顾寻面前褪去了衣裳。顾寻没有丝毫惊讶，他的手摸上了我全是皱纹的皮肤。我慌张推开他，你不怕我？我怎么会怕我的妻子？顾寻又靠近我，平仙的最后一步
就是褪去原来的皮。他猛地用手扯我的皮，我的皮竟真的掉了一层，露出来的新皮肤粉嫩，触感就像瓷瓶那般光滑，只是比瓶身软上许多。这才是真正的平仙。顾寻一个人自言自语，做了那么多平女，没有一个能治百病的，只能治些小病，而且只有爱我的人才能做成专属我的平仙。仙儿，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有多高兴。一个小村子里竟真培养出来平仙，真正的平仙是不会有反噬的。太好了。我看着有些疯疯癫癫的顾寻，小心翼翼道，所以你是故意救我那么多次，要我爱上你？你错了仙儿，只有你掉进药壶那次才是我故意的，倒是没想到意外成就了你，我的仙儿。我的胸前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情感，你爱我吗？哎，很爱，我第一次见你就爱上了你，你不知道我克制了自己多久，你终于没有辜负我的期待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可我不爱你，你的美梦到此为止吧。顾寻笑了，笑得大声，你在快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？我愣住了，我果然猜对了，平女只有在绝望的时候还爱着一个人，才有可能成平仙。你是爱我的，别骗自己了。顾寻趁我不备，抱起我扔在了床上，和我永远在一起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挣扎着，你是爱我还是爱平仙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们本就是一个人。我的力气耗尽，我太瘦弱了，新的躯体也并没有太强壮。顾寻说的不对，我和平仙不是一个人。我在想，要是小时候我没有被挑到做平仙该多好，成了平仙我就不是我了。我的声音虚弱，顾寻，放过你府里的人吧，你把他们的亲人做成人质，用亲人的命威胁他们，你还是人吗？顾寻喃喃自语，过了今晚，你就只属于我了。夜半时，顾寻做起拿小刀划破自己手自己快速愈合。我都看见了，但我好像明白了该怎么逃离他。我看着贴紧我的顾寻，手扶上他的脸，我确实在骗自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你给了我生命，但你害了太多人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我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白瓷瓶碎片，搁在我的手腕上，晶莹剔透的血水流出，源源不断，就像一个瓶子漏水。血越流越多，流出了的血从鲜红变成暗红，满屋子都是药香。顾寻醒了，他睁眼的一瞬，我用尽全力划破了他的双眼。果然如此，我就是他的药，他的恢复速度变得很慢。顾寻的眼睛睁不开，现在只是止住了血。仙儿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语气平静，疯的人是你。顾寻又开始恐惧，手上沾了我的血，可那些血已经干了，不新鲜了，没有药效。顾寻把手伸向我，喝啊仙儿，你能活的。我摇摇头，我不想活了。顾寻着急的胡乱摔东西，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我从小就在找你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。我的声音越来越虚弱，得到又失去的感觉怎么样？听了我的话，顾寻突然冷静下来，你真的想死？我缓缓闭上了双眼，只能听到顾寻轻微的声音，愚蠢，已经成平仙了，却想死，愚蠢，太愚蠢了。我的尸体开始冰凉，顾寻跌跌撞撞爬到我面前，只是一碰，我就碎了。他彻底崩溃了。顾寻的手里握着我的碎片，疯了，真是疯了。碎片停在了顾寻的脖颈处，他有些犹豫，我费了那么大功夫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顾寻想要扔掉碎片，却发现怎么也扔不掉，碎片粘在了他手上。仙儿，你是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顾寻慢慢摸索着，带着我的碎片走进密室，沉入药壶底部。活啊！你活过来！我们已经成功了！你为什么要死？我没有伤害过你，仙儿。渐渐的，无数女声传来。相公，你好狠的心！顾寻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人！顾寻抱着头求饶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害的你们，你们成就了平仙，你们应该感激。哭声越来越大，刺激着顾寻，顾寻的双耳流出了血。在高度的精神压迫下，顾寻用碎片自尽了。可是哪里有什么怨魂在，一切只是他的心理作用罢了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